嗨，大家好，我是 Li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向前迈进，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机会跟挑战？好的，那以下有3组选项，由左至右是1、2、3。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那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蓝色这一组开始咯。嗨，蓝色选到浅蓝色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无意义感，等一下再来解释它的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跟你后面会遇到的机会是怎么样的。就如果你继续向前迈进的话，现在抽几张你现在的状态。哎呦，等我一下哦。无意义感呢，它其实是说，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你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好，这个是圆盘4、宝剑6跟隐者牌。对，它是托特，没有正逆位。好的，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说，你已经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领域工作上的，你已经有一番成就了。然后通常这个领域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它落在这个太阳摩羯座的部分。那有可能你这一组的朋友们就是摩羯座，或者是处女座。因为这边有隐者牌，土象星座的那个味道蛮重的，水瓶座也是有可能的。那平常你可能就会给别人一种冷冷的感觉，就是你不会特别去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要一起去聚餐啊干嘛的。别人找你去，如果你看心情，你可能会参加，就是你蛮独来独往的，但是你不会到非常的不团结。就是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然后如果有部门聚餐，有人找你去，你就看心情去。就是通常都是别人主动问你，那如果别人没有问你的话，你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去邀约别人。就是你会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做好自己的本分，不去干涉别人的事情，也不太去八卦别人。这一组的人就是口风蛮紧的。对，最近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你前面已经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八卦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呢？讲这些闲话还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就变成这种隐者的状态。隐者呢，托特的隐者比较特别，他是说你去深耕一个东西，去研究一个东西，最后你是会返回人间。你看这边有这个亮，就是他是穿红色衣服，然后有这个闪亮的东西，就是他会重出江湖的这种感觉。你平常都是那种垫垫吃3碗公，然后等到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你就会发挥实力，拿出你真正的力量，展现给世人看。所以我觉得你最近的状态是比较这样子的，不太参与团体的活动，然后自己的圈子是蛮窄的，努力的钻研自己想要钻研的事情。这边来看应该是事业，没有看到什么感情的牌或者是家庭的牌。对，然后无意义感呢，我觉得有点像是他这边的解释有点微妙。无意义感有一部分有可能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对你来说没有意义，比如说八卦别人的事情、参加聚会，搞不好你已经有点严重到你会觉得跟人交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周围的人可以懂你的人太少了。你跟他们讲，他们好像会觉得你很怪，就是每个人都在努力赚钱啊，工作就为了多一点钱可以活下去。然后你可能却说，哦，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但不代表说你没有野心，而是你觉得
在坚持自己的信念跟想法，然后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才是赚钱。就是你也有一个要赚大钱的野心，但是你觉得应该要更遵从自己的内心啊，跟一些想法感受去过生活。当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可能就觉得说，哦，连照顾自己就是活下去都有问题了，怎么谈这种梦想？对，我可以懂你的无奈，因为我的朋友也很常把我当成怪人，但我已经习惯了，没关系。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坚持，然后要完成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你看这边底牌是这个宇宙，宇宙呢，它是孕育万物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就像中间这个人一样，你正在创造属于你的世界跟你的宇宙，所以你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堆叠的。因为你看这个周边都是那种固定星座，就是慢慢来的那种，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完成。我相信你心里也很清楚，很多时候是需要，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跟你的努力来做积累的。那无意义感，它另外一个是说，你会觉得身边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吗？你会追寻一个目标，就比如说，你觉得人生有一套生活模式，那个才是有意义的。但你如果不小心过头了，你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其实也不是如此。就像钱好了，虽然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信念嘛，自己在做什么，跟想完成什么，但是钱还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交流的一个管道，然后我们也是需要有点钱才可以活下去，对吧？对，而且这个是现在的人在衡量价值的其中一项指标，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你比如说你明明就想赚大钱，但你又觉得钱没有意义，你这样就会有一个矛盾的心理产生。那这种状态的话，会没有办法去显化出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不知道会不会太复杂？就是如果会太复杂的话，可以跟我讲，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解释的再更白话一点，还是这样已经很白话了。对，就是意义。很多事情其实在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就是要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但你觉得不重要的东西，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它既然会存在，那它就会有它的意义。对，这样子的感觉。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会向前迈进之后，你会遇到的这个机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哦，感觉你在干一番大事业。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好，圆盘皇后，你们真的是很脚踏实地的人哎，然后眼光也放很远，很独特。皇后牌都是女性力量的牌，这组观看的女生是不是比较多啊？男生也可以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特质而已，特质本来就不分性别的。皇后牌，那还有你接下来，我觉得接下来呢，你们准备好之后，你会出去向别人展现，不论是创业也好，还是你的想法，你可能写论文啊，然后那种也好，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你都会善用你的社交能力。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是能够同理别人、了解别人内心想法的，然后这个社交手腕很强。接下来我觉得你会遇到贵人，而且这边又出现了这个改朝换代的牌跟这个星星牌。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啊，有可能在工作上、事业上要改朝换代了。会不会其实家里有就是事业等着你回去接，然后
你可能觉得家里的产业可以再做得更好，你就做了很多更动。听我的那个影片的人都是这么有钱的人吗？这样子很好，就是你不会再遵循以前过往旧的营业模式，事业上也好，还是情感上、人生经营上，你觉得旧的不适合你的，你就会把它汰换掉。那些太沉重的枷锁，你会把它汰换掉，会有一个改朝换代的机会来。如果你一直在耕耘某一件事情，然后没有什么起色的话，接下来是你实现梦想跟改朝换代的机会了。那要一步一脚印，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得跟人进行适当的连接，在你准备好之后，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到来。运用你的同理心啊，跟智慧，向众人展现你的才华，这个机会会出现。皇后牌，这一组的人应该是去当老板的吧？就是皇后啊，然后改朝换代都出现了。哇哦！这边星星牌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组的人，你们会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你心中的梦想可能原本是一个计划，然后你正在慢慢的逐渐它就是一个企划书，你在慢慢的，有点像是天上的星星嘛，是遥不可及的这样子。然后透过你的行动，透过你的规划，它会慢慢的来到这世界上，但是你的规划可能还需要一点，现实的打磨，没有那么快，需要一点时间。刚上任才是考验呢，你说是吧？执行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规划一个企划案，接下来要怎么执行完成那个目标，那才是考验。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提醒你说要怎么去面对。对，我觉得你接下来会有蛮多可以跟别人出去社交的机会，展现你领导力的机会会出现。我来看一下这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要更敢想一点。这组的朋友们好像不太敢想，就会觉得我做好自己安分的事情就好。但你们内心的野心其实很大，就想做一番大的啊。都来一趟地球了，谁要干小的？对啊，要做就做大事，格局打开。好的，等一下再一张。这边的话有宝剑9、圣杯10，然后圣杯骑士跟这个皇后魔杖皇后。接下来你要注意的事情呢，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因为这组的人可能蛮拼的，有的时候如果日夜颠倒啊，或者是没有正常吃饭，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一定没有正常吃饭，就都乱吃，就是拜托你一定要就是营养均衡，好不好？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是它没有能量，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创造出好的东西的。就像如果机器用的不够好，它做出来的东西，就假设材料都一样好，机器不够好，它制造出来的那个品质就有差，对吧？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持愉悦的心，对自己有自信。我觉得你们其实对自己蛮有自信的，但是很容易让自己的身体过于操劳，日夜颠倒。作为一个成熟稳重的领导者，应该要可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啦。没有健康，不然你后面要跟人家玩什么？你要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跟人家去车拼啊。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个圣杯骑士跟魔杖皇后，我觉得你的贵人啊会出现，因为这边蛮多皇后牌，应该会有一个女性的贵人出现，然后她很脚踏实地，同时又很有冲劲。这边你要记住你要像你在领导的时候，
要拿出你的这个冲劲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要敢想。有的时候我们要创造出一个东西，就是要敢想。如果不敢想，就没有办法创造出那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做一番大事，那你是要怎么跟人家做一番大事？这样子的感觉，要敢想。对，有的时候让自己适时的放松，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适时的放松跟想象，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哦。然后你在领导人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你是可以拿出你很有创造力啊跟冲劲的那一面，但是也要同时建立你的威严。当你当上领导者之后，这个威严跟界限是需要在，你看就要像他一样，就是看起来很凶，掌握一切。但是要记得沟通啊，沟通是很重要的哦。没有办法沟通的话，就没有办法知道，底下的团队啊在想什么，这样子你很容易跟他们产生隔阂。因为魔杖皇后她其实是一个很大方跟热情，关心下属的，有什么话也会蛮直接的说出来，对，那种女强人的存在啊，没有错。大方的说出来，这样子多沟通才能知道说他们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怎么样再更好。听取大家的意见，有的时候会得到不错的反馈，对。但是听这个意见呢，你就是要筛选，就听专业的，就是比如说你在某些地方遇到瓶颈，然后有什么样的专业的人士，他们提供专业的意见可以帮助你。对，好，那这组的朋友们，我们来抽一下天使牌卡，就是你心里想一个问题，现在可以想一下，想问天使的问题，然后我来抽出天使给你的回应。好的，天使2张。你们问了什么问题呢？你准备好了？如果你相信，对吧？你看，要相信，就是你们会有点不相信，要相信哦。被天使抓到，不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不用担心。心里有什么计划就往前走，就对了，好不好？后面有很不错的机会在等着你，可以实现梦想的机会耶！你准备好了？好，那想知道更多讯息，可以来找我做个人占卜。谢谢你们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嗨，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抽到的是这张黑色的卡，是恐惧。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现在的状态，你恐惧什么，让你没有办法向前握住这个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吧。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前方有什么机会等着你。好，圣杯8。哦，还有害怕什么呢？哎呦，金币公主，不是金币，圆盘公主，韦特用习惯。好，圣杯10，这组的朋友们啊。你们害怕的东西是，可能你们曾经幻想，不是幻想，就是你们曾经想要相信这个生活是美好的，然后有一个目标想要前进去做，但是可能结果不如预期，或者是你中途遇到困难就放弃了，所以你就觉得
好可怕！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会有这么多的阻碍跟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相信这个阻碍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想象。我也是这类人，会容易自己吓自己，我完全可以理解，好不好？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恐惧，你看哦，就像这个狗狗吗？这么小，然后人这么大，但是因为他的目光都一直放在，就是他会无限的把恐惧放大，然后他的目光就会在这个恐惧有这么大，然后但是后来就发现啊，这个问题这么小，就不敢前进啊。我可以理解，我可是内耗达人。相当明白你们的心情，有可能你之前在这边有圆盘公主嘛？你之前耕耘的事业，或者是人际关系、爱情，这组的朋友有可能是爱情。不管你耕耘什么，就是你之前是有这个想法，然后有去执行，最后你已经在孕育这个生命了，但是最后你就放弃了，或者是你就是暂停了，但这个梦想在你的心中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像这个水一样，这样生生不息的存在。你有的时候还是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梦想啊，你的机会这样子。再来看一下前方有什么样的机会在等着你。我觉得我应该温柔一点。前方有什么机会在等着第二组的朋友呢？前方有什么机会？好，哇哦，魔杖一，其实很棒生生不息的那种动力哦。圣杯一跟圆盘皇后。好，我不能再叫错。哦，一直叫错。等我一下。然后这个是愚者牌，对。这组的朋友啊，其实前方有一个新的机会在等着你哦，不论是情感还是这个没有明确讲是工作上还是什么的机会，但我觉得是你内心的那个梦想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开启。那这个开启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再继续做你之前做过的这一件事情，你很喜欢，然后因为恐惧而放弃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塔罗牌希望你可以再相信一次你自己。其实你有远见，眼光可以放很远，但是你会就是因为放太远，所以这个恐惧就会一直侵蚀你的内心。这边的话跟你说，前面有一个机会，你看这边愚者牌，他有很多资源，但是他都把它收起来，就是他打算有一个重新开始。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不论是情感啊，还是工作、人际关系，都想要有个新的开始。希望自己是很勇敢的，可以像这个蝴蝶一样这样子在这边飞，有没有？而且有个消息会到来，我觉得这边可能有一个女性的贵人可以去帮助你完成之前的这个梦想。她也不一定是女性啊，也可以是男性，好不好？那种比较有包容力、大爱跟眼光很独到的，那通常这个牌的话，它会是金牛座，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有可能会遇到一个金牛座的贵人，或者是你本身就是金牛座，但我觉得你可能是双鱼座啦，就是会常常担心哦，内心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剧场，自己先吓自己，对，然后。你要相信你的潜力是无穷的，就是在你的未来。你看这边有很多黑色，然后这个光是七彩的颜色。黑色的话就代表说你还有很多无穷的潜力还没有被你开发。你现在知道的你只是一部分，一小小部分的你，你其实还可以办到更多。就是你要先去相信你自己可以办到这件事情。对，这个机会就会来了，感觉是那种感情跟事业一起来的，有没有？行动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很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他给你的建议，好不好？就是你在冲刺的这一个时刻呢，迎接机会这个时刻，真的是工作圆盘1，就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提醒你，让你可以更顺利的迎接这个新的机会。别怕这一组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害怕，就是有一个感觉。这组的朋友们，你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你们的这个冲劲，不是权杖，魔杖1，它是一股生命力的爆发，所以你要在它还没有燃烧殆尽之前，马上去做，好不好？马上去做。这组的朋友们很容易因为恐惧就停下来了。那你要注意的事情是，你看它这边底牌是这个，就是宝剑8，就是这组的朋友们很容易胡思乱想，或者是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就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要把自己的思路去理清，然后呢，你要做这件事情啊，注意哦，它要是那种生生不息。那种正财，就是你不是要去做那种偏财的，如果要做工作的话，生生不息，然后正直的那种财，对，就像植物一样，它可以一直来，钱可以一直来，不是做那种短期的事业，所以你要把它当成你自己在经营。慎重的，这样讲好像压力太大，就是好好照顾它，就像照顾植物一样，就像那个树会一直结果实，就是你要做的事业是这种类型的。然后这边有这个圣杯公主跟宝剑4，还有金币9。这组的朋友们要记得，要完成一件事情或达到一个目标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你可能会因为事情太难，就先停下来了。这边有这个宝剑4，然后，而且你有的时候会幻想的太远，就是先想说，我都已经做好啦，就是 OK 啦什么的，就有的时候会太轻敌大意，所以就会发生一些恐怖的事情，反而没有办法预防。在思考的时候，要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是更审慎，以实际面去思考。就像如果要开一间店，你可能就想说这样子开就会赚钱啊，那个钱就会进来，然后去做了之后才发现，有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亲自操刀，而且有很多细节，就是你可能没学过啊，或者是没有遇见过，你就会慌张。所以多想一点，实际面，不是想一些糟糕的事情，是可能我做一件事情，然后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需要去做防范或者是更改之类的，就是要想多一点，不是往负面的想多一点，而是说就是比如说像建房子嘛，就要想到发生火灾怎么办啊，所以就要有一些防护的措施，类似这一种。对，好，这组的朋友们要相信自己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天使牌卡，就想跟你说什么，你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天使牌卡它就会回答。对，好的，现在马上来抽。第2组的朋友们，天使想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你可以在心里问问题，好不好？然后天使就会回答你。好，聆听你的直觉，相信你的直觉，直觉就是你的第一个感觉，你觉得怎么样？越简单越好。第一个感觉你只要多想，你就会陷入那个想象的那个漩涡里面出不来。越简单越好，一开始的想法是最好的。聆听你的直觉，你到底真正想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一直听别人怎么讲，然后你就会把自己困在这种，你看这边有很多杂乱的线条，然后被困住了，你就会没有办法行动。聆听你的直觉，相信你自己，好不好？好，谢谢第2组的朋友们，有兴趣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
然后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嗨，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抽到的是这个橘色，它其实有2张啦，还有蓝色。好的，我现在看橘色，橘色是这个权力的斗争，蓝色是这个祖先问题。OK， 权力的斗争跟祖先问题，你们是发生了什么吗？最近到这个权力的斗争，在工作上啊。或者是感觉是家族就是可能有人过世啊，然后有一笔很大的遗产，或者是有公司要继承之类的。我后来发现，看我的那个占卜是不是都很角色，都有什么祖产可以继承，就是根据我前面几个拍的大众占卜来看，我就觉得怎么大家都有祖产可以继承，这种感觉。也有可能是工作上啊，但我想说，它都跟祖先的问题一起出现了，也是有可能是过去的家族遗产之类的。来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哟。你抽到的是圣杯骑士、魔术师、圣杯十跟这个魔杖4。这组的朋友们啊，其实最近的状态还不错就是怎么没有看到权力斗争的迹象？还是你们已经把别人干掉了，所以没有那个迹象？这组的朋友们啊，不外乎有可能是讲师、老师，感觉讲师多一点啊，就是那种自由业的啊比较多，或者是喜欢做创造的，可能研发什么东西。创造力丰富的，或者是写书、网络写手之类的，对。然后这组的朋友们最近的状态应该蛮不错的，就是自己跟灵魂的连接蛮好的，也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可能这组的朋友们是艺术家也说不定，透过你的想象啊，去把它发挥出来，不论是用音乐。或者是用画图、唱歌去唱出你的思想、你的想法，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也蛮有机会是歌手或演员的。就是你看，就像这个魔术师，它是黄色的，很引人注目，这样子。透过你的艺术表现来表现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然后你们是一个情感很丰沛的人，对周围的人。都蛮友善的，而且平常也很优雅，优雅，对，不失美的。而且你应该很讨厌那种暴力的东西，所以你最近卷入这个权力的斗争，你应该蛮累的吧？就觉得自己没干嘛，然后人家就过来硬要找你吵架。类似这种，我觉得这组的人可能不太喜欢暴力，但如果人家硬要来跟你吵，你也不会输他们的，就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组的人最近啊，如果你在做工作啊，还是执行人生的计划，你们是很有动力去执行的，就是有规划好，有动力又有憧憬，实力与美的表现的一群人，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机会，来给到第3组，往前迈进之后啊，你们会遇见什么样的机会呢？机会掉了，等一下机会，然后我捡起来，好，魔杖8，然后。我觉得这组的人有可能是演艺人员，
演戏、唱歌啊、跳舞的都是有可能展现自己的那种行业。对，然后这个是吊人牌、正位跟愚者，没有，他没有正位之牌，还有愚者牌。对，这组的朋友们，你可能一个人身兼很多职业，比如说你同时是讲师，又是演艺人员，然后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跳舞的，就你可能跳舞跳一跳就去大学讲课，类似这种，这种跳痛的吗？好喜欢哦。然后你最近会有机会，就是可以展现你的才华。你过去有什么样的才华？最近有一个展现的机会哦，会出现。然后接下来你会蛮忙的，但是你会驾驭的很好，就是你很清楚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你会很快的解决。而且你看这个8根魔杖啊，它都是很平均的，就代表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很平均的分配在处理的，不会只着重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这类的人是快很准，又可以掌握全局的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还没有，就代表说你还正在努力往这个目标迈进。对，然后你前面可能遇到一些比较困苦的问题，所以当你沉浸了思考之后，你得到了更多的智慧。我觉得这个智慧更多的是说，很多的权力的斗争啊，或者是这种祖先的问题，你会去看透人心，就是知道他们这组的人是很容易被嫉妒啊，就是人家来找你麻烦，然后看到你的好就会嫉妒你，但是没有看到你背后的努力啊，跟你们付出的那些辛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就是一些很肤浅的人。也透过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去，我觉得不是对付，你们应该是用很优雅的那一种，就是面对这种人，你要怎么样避开他们？避开不是说你怕，而是说你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对，我觉得祖先问题啊，它其实是，你看哦，它这个牌有这样子一直传承下去嘛，就有点像是我们人类社会啊，不是会有一些传统跟习俗会这样子慢慢的传承，比如说女生就应该要做在家里等老公啊，当贤内助，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女性，她们是出来职场上自己工作，然后也有人当企业家跟主管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已经慢慢的消除这个祖先问题了，就是没有把它传承下来，是希望女生不管女生还是男生也好，要当这个家庭主妇或主夫都可以，就是他们应该要自由的选择，女生也可以当职场的企业家，男生也可以当家庭主妇，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刻板印象，这个是其中一个啦。那这边的话，我觉得是你过去可能会隐瞒自己的光芒，或者是你也没在隐瞒，但是别人就会来攻击你。你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也是会让你难受，但通常你都把这种难受的感觉把它化为你的作品，比如说融入在你的舞蹈啊、歌声、作曲或者是绘画之中，让他们成为你的养分，所以你不会去接他们手上的这些重担，你会绕跑，对。你会绕跑，就是这个小孩有没有？赶快绕跑！他们爱接这些沉重的东西，自己去接。我是自由的，这样好有趣哦。这组的人蛮活在自己世界的，但是应该会有很多人看你不爽。而且你看哦，这边还有这个愚者牌，他就是把资源都放在这里。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凭自己一己之力去做看，一定也可以成功的。这个资源是你可能就有一些人脉啊，跟金钱，或者是家里本来就有人可以帮助你，但你现在就像那个要出去的、要离家的孩子，要自己出去打拼，你应该蛮兴奋的啦。我觉得要展现自己那个热忱的一面，应该是很开心的。来看一下你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后面
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会遇到伴侣哦，就是会有这个机会，好不好？好，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是圣杯皇后、圆盘王子跟这个魔杖九。魔杖九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它这个其实是戴安娜之剑，就是月亮女神的剑。然后你看到这边有太阳跟月亮，就是这样子压着，就代表说你是要通过层层的关卡，就是这个过程一定是艰辛的，没有人说这个是很轻松的。你要做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像你不背前面那些人要背的东西吧，那你要跳脱出来做。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背负一些人家的异样的眼光，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你如果现在就放弃了，你前面的那些努力都白费了。而且我觉得你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一个有好感的人，可以进行情感的交流。但这边更多的是，我觉得你在忙碌你的工作之余啊，跟你的创作的想法啊，还有你的行动力，要做更多的交流跟整合，多花时间陪伴自己交流跟整合。对，跟自己的内心啊，好不好？就是做每一件事情要充满爱的，用爱的角度去看，就是有点难啊。有的时候，如果被人家激怒了，然后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要用爱啊去感化一切，可能会生气。但是这组的人又不喜欢那种粗鲁暴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宽容一点嘛，可能要看是什么情况啊。有些时候是不能宽容的，而且爱它不代表说是包容跟无私的付出，而是很清楚知道现在我应该做什么，然后什么我可以插手，什么是我不能插手的事情。有些不能插手的事情，比如说假设家里有人不成才好了，然后你已经给他很多钱，让他去还债啊，或者是收拾他的烂摊子，但你又不能一直帮他收啊，因为他就会长不大，所以有的时候也要放手，让他自己去收拾，这也是一种爱，我觉得，对。然后这边有这个圆盘王子跟这个圣杯皇后，就是接下来你做这件事情啊，你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你会很耀眼，但是要记得要脚踏实地哦，这个会很艰辛，是需要你的规划啊，跟你那种很勤奋的去做，对，不然你想做的事情太多，做不完。然后圣杯皇后的话，你看它是隐藏在这个水后面的，就是说你要像它一样，有很多事情。皇后嘛，她就是在国王后面，圣杯皇后是这样啊，就是在国王后面帮他打理一切事情，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他从来不会出来抛头露面。你看他是看不太到脸的，对，就是很多辛苦啊，跟很多规划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是你自己心里会知道。很多狠角色不是都这样子吗？就是自己这样默默辛苦，然后要风光的时候就一下子噗就出来，然后别人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背后下了什么努力。我觉得是你在进行的时候尽量低调，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阻碍。你可以花更多力气在你的其他的项目，因为如果让别人知道，别人可能就是会对你有一些意见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就会阻碍了你的行动。这其实很矛盾，就是你接下来会有个红的机会啊，我觉得是在这段时间你在冲刺的这段时间，对，不要跟太多就是不了解你在干嘛的人吵，就跟他们吵没用，他们都是愚民。他们如果没有心想要来理解你，你跟他再怎么吵都没有用，好不好？放胆的去做，然后这个转化过程是很辛苦的哦，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做，
它是在考验你的决心，就是你到底有多想做，多想迎接这个新的机会。如果你这个机会啊，比如说像要出去当明星好了，你一定是海选嘛，然后又要队内的这个 PK 之后再脱颖而出，这个肯定是不容易的，肯定是像这样子重重关卡。你看那个韩国练习生，也有那种拼了10几年才出来的，或者是拼了10几年没办法出来，最后只能去做别的事情。对，所以你要记得哦，会蛮辛苦的，在考验你。你如果撑得过去，那个就是你的。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问一下天使牌卡，想要给你什么讯息？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个问题，问天使，好不好？然后天使就会给你讯息，他会回答你的问题。好，怎么又是这张牌？聆听你的直觉，状况会改善，然后会有什么事情呢？会和平解决哦。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看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不这样，可能叫你不要去干什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这边毕竟有权力的斗争嘛，然后你又不太喜欢暴力，最后会和平解决啊。你说要去向他报复吗？不用啊，不要浪费时间在那种事情上。报复最好的报复就是把你活着闪亮，闪瞎他的眼，好不好？万一你报复了，结果两败俱伤你也没有变得更好，怎么办？对不对？聆听你的直觉，状况会改善，和平的解决哦，记得吗？不要去报复。我觉得天使是说不要去报复，看你当下你想到这个不是什么，聆听你的直觉，第一个那个想法就对了，好不好？谢谢第3组的收听，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你们如果变成明星，可以回来跟我讲啊，就是好兴奋哦。下次见，拜拜。